在影片开始之前我好想跟你们讲一声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把这个影片点开了。你们也应该知道，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察觉到自己有这个行为啊，可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能够避免的，我们能够去改变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讨好型人格身上有的东西是什么，不过不用担心，我会来给你们讲3个关于讨好型人格的行为，不是常见的，也可以是常见的，可能不是典型的那一种，想让你们看看一下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一些东西啦，然后最后我会来跟你们讲你们要怎么去克服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克服这个东西。第一个，你不敢 say no， 是因为你害怕失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一个 relationship 现在，还是友情、工作任何一个关系都好。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察觉到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动作。我曾经就是有，然后我是觉得自己那段时间是觉得很帅啊，因为 try to fit in, try to get it, and then 我忘记了我自己为什么开始是很难受的。你可以讲我以前是一个自卑的人，然后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主，不敢 say no， 常常挂着 yes， 然后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 yes 是 yes for what 的这种感觉，是这样子我感觉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感觉会是最多人会有这种状况跟这种行为就是爱比较，是因为不相信自己，要从别人身上来得到那个所谓的安全感。就很像我现在要跟他做比较，为什么？因为我要先看一下他厉不厉害，有没有我要的东西还是什么的话，然后我会觉得好受一点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要看一下他身上还有没有我一开始觉得很厉害的，我要去 please 的。如果有，我继续，你懂吗？我继续做比较，就 constantly you know。 你可能觉得这个跟讨好型人格有关咩？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文章所看到的关于自卑的人有的心理状况，就是会一直跟人家 compare， 然后在讨好型人格里面，自卑也是一种。我会把这个 link 放在这影片下面给你们去看一下，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做比较跟讨好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发现到，他给到你最大的东西是你要从别人身上得到所谓的那个认可，可是不是真正的认可，是所谓的优越感吧，然后你才会开心。为什么这跟讨好有关呢？是因为你讨好这个人，这个人本来是你一个学习榜样，你的领导，你的身边最好的朋友 OK，
然后他今天做的没有比你好诶，他今天做的其实很差，然后一直这样子过后，你心里有数啊，你就不想要继续去 please 他啊，就是你还是会带着那种需要去讨好别人的人，然后你换另外一个人，你懂吗？因为有人比他好了，你懂吗？你可以就是你会拿自己跟他做比较之外，你也有可能找另外一个人，就是2个人同时在做比较，然后你去讨好另外一个人，这样子，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不管是在什么领域啊，你在做工也好，在感情里面也是，友情也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子做啊。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一直都相信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你不用去求别人啊，你懂吗？你不用去那边跟人家讲，不敢 say no 啊，你懂吗？还是因为你要得到一个东西，你要去做你觉得你自己讨厌的样子的嘛？你要去为了呈现你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觉得 please 不要，真的很不好看哦，你懂吗？最后一个点哦，这个我是觉得很特别的点，就是你不跟别人分享你的 feelings， 你为了 avoid conflict， 然后你为了就是不要让别人讲你害怕别人讲你嘛，你害怕别人对你的声音，所以你不常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个其实就是跟 say no 是一样的。你害怕麻烦到别人，然后你就无时无刻就是比较处于一个 笑笑这样子，就是yeah yes yes， 然后别人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点头，你就 agree，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我会讲这个东西很特别啊，是你们不要把不分享自己的 feeling 跟内向外向这个掺在一起。内向的人不是代表不会讲话，内向的人是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外向的人是会表达自己就是身体这边内心所有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情感出来。我觉得这是内向跟外向的差别，就是一直讲话的人也可以是内向的，你知道吗？就是跟讲不讲话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是外向，你也可以是内向。所以你不分享自己的 feelings 的时候哦，你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呢？很大多数时候哦，你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你不会表达你自己内心的那一个感受跟你的情感，你懂吗？所以你很多时候被人家占便宜啊，你都不懂。很多时候你无意的那种，你 please 别人啊，你得到这种的 attention 都好啊，你都不懂。然后你就 constantly 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好像有点累哦，你懂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可是我只想跟你们讲，辛苦你们了。如果你们有刚刚以上的这几点的话，因为我完全明白每个人现在在的阶段跟遇到的事情肯定都是最特别最不一样的，我永远没有办法去说我明白你的感受，就是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会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去说要去做到改变，要去克服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因为我知道啊，有些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讲一句实话，所以我不想要去想说这个动作会给你带来什么。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尝试想要改变哦，你今天想尝试，就是你懂了，你这些东西给到你很多很不好的东西，这样子我可以告诉你几个你一定要克服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一些方法，我个人的分享啊。首先，你要怎样 say no
OK， 我相信你只要记住这个东西，你接下来就很容易去处理啊。首先你要 say no 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出生就原本就可以 reject 别人了That's why 我们要 aim for the yes, aim for the win. You know, no 是我们的原厂设定。OK， 如果你不清楚我现在这里告诉你，就是 no reject 是最 basic 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是最 basic 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我只可以在这边再跟你讲说，我是怎样去 deal with 这个东西的。我以前我就是觉得 no 是最难开口的。直到有很多事情发生了过后，我发现到我只有把 no 放在第一位置，我才可以有所谓的平静，有所谓的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讲 yes 才是最难的，你们知道吗？ no 其实才是最简单的东西，只是我们有些时候放不下那个面子，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是周末你不要去一起去吃饭啊，周末你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clubbing， 周末你不要一起去读书，周末这样，你害怕这些声音，你知道吗？你害怕，可是这个原本就是我们最 basic 的东西啊。为什么要害怕因为你感到自卑你害怕别人对你的这些指指点点都好，你就是担心，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你不敢分享自己的 feeling。 因为 say yes 很简单，你不用给出原因。等一下你要一起去吃饭吗？好啊，你不用讲原因。 But if you say no, that's another story, man, right? That's why 你害怕分享的话，这样怎么办？你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对别人善良 OK， 你就是在对自己残忍。你明明知道你明天有考试，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拒绝今天晚上的这个饭局，结果你去了，然后你知道了，你一定会觉得很 guilty 的 you know， 那你隔天的考试就这样子搞砸了，你懂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自己知道你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做，你今天不直接拒绝？为什么你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就是这样子的个性，你一定会出席的，结果你出席了，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影子下面呢？要怎样去 build 你的 self esteem？ 这个东西太长了，怎样都讲不完，你懂吗？就像自信一样，要怎样提升自己自信太多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面对这些事情，就是把你现在这些所谓之前遇到的问题，你拿出来复盘一下，你看一看那个自己到底为什么不敢 say no， 为什么 say yes say 了那么多年。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常 say yes 的人，后来发现到其实我要用在对的人身上才对啊，我要用在一些比考试还重要的东西上面啊，你懂吗？可是很少的东西会这样子发生，你就要去拿捏那个所谓的那个对的事情跟对的人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常常为了讨好别人你会遇到的麻烦真的是太多了。你会遇到自我怀疑，你会遇到你身边的人开始知道你是就是你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然后慢慢的你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这是一个很后面的故事，可是就是你身边的人看得出你现在是在什么状况了。然后这个是讨好型人格最害怕的一个东西呀，因为他害怕身边的人指指点点的同时，他也是害怕别人
发现到他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这个有点 deep，but 不知道你们听到这边的时候，你们内心是怎样想啊？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答案，没有所谓的要改吗不改吗这种东西，因为决定权都在你自己的手上。我的建议是多跟自己内心交流。你自己知道你不要你就不要，你声音是最大声的 OK， 你内心的那个声音是超级无敌大声的，所以不要去 avoid 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感觉。你这个东西你不把它拿出来看看一下，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话，这样你觉得你对得起你自己咩？你懂吗？还有一直做比较的话哦，你觉得以后你未来的孩子会认为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值得去崇拜的一个东西咩？你懂吗？不可能啊！你也不想看到你认为这个动作是很骄傲的嘛？我现在一直提醒我自己一个东西哦 ，by the way， 就是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我会马上想到是以后我的孩子一定会认为爸爸这个动作是很骄傲的。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你可以带这样子去想，可能你接下来做每件事情哦，你直接就会想到哦，我不要，因为我认为我以后未来的孩子不会开心，看到这东西也不会觉得骄傲。So yeah， 我觉得 take a time， 当你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又在去 please 别人的时候啊，看回这部影片。我希望会帮到你们 ，you know， 辛苦你们了。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的人，但是我也是过来人，我也是经历过，所以慢慢来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very very soon, right? Take care and 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影片，下次见，拜拜。